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废旧钥匙一定要留下来，教你几个妙用，好处花钱都难买，早点知道就好了。相信很多人家里边呢都会有几把废旧不用的钥匙，很多人觉得套在钥匙圈上占位置，就将它扔掉了。其实废旧的钥匙虽然不能开门，但是留在家中呢也有其他的大用途的，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妙用一，拆纸箱等。收到快递之后呢，大家都会想着先拆快递，再拿上楼，避免家里有很多的垃圾，再拿下来扔就很麻烦。但这时身边又没有刀，有些包裹呢会缠上很多圈的透明胶带，如果直接用手指去搓呢，不仅打不开包裹，而且呢还会伤指甲。此时如果身边有一把废旧的钥匙的话，就能够派上用场了。我们可以看到钥匙的一边呢是圆滑的，另外一边呢是锯齿状的，用它来拆快递盒子比用小刀呢还方便。只需要用钥匙轻轻地划一下，就能够轻松地打开包裹，又快又省事。特别是在家里面，更建议大家使用钥匙拆封。如果用小刀子拆忘记收了的话，家里面的小孩拿来玩呢也很危险。所以我们可以将钥匙拿来代替刀具，在面对胶带时都可以用到我们的钥匙。妙用二，包瓜子。转眼呢又快要到冬季了，现在是不是已经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烤着火唠着家常了呢？感觉特别的温馨。但是我们瓜子嗑多了的话，嘴皮呢就很容易起泡，而且用手包的话，没包几颗指甲盖呢就已经很痛了，手呢也会变脏。这时呢我们可以找来一把钥匙，因为钥匙上面呢都是有孔的，我们借助钥匙孔来包瓜子呢就可以了。我们只需要把瓜子往钥匙孔里面放，然后向左或者是向右一拧，瓜子呢就很容易被剥开了，比用嘴巴嗑呢还省事。用这种方法呢也是特别简单快速的，而且呢还不会伤我们的手。如果我们用嘴巴嗑的话，很容易呢就会把嘴皮弄破皮，这样我们再吃其他东西呢就不香啦。特别是在给小孩子包的时候，用这个方法也更加的干净卫生一些，而且包出来的瓜子呢非常的完整，包起来速度也很快，一会儿呢就能够包上一大盘，您不妨试试。牙口不好的老人呢也喜欢嗑瓜子的话，您不妨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他们哦。妙用三，包核桃。由于核桃里面含有着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，而且香香脆脆的，营养又好吃，所以大家都喜欢买核桃。可是核桃壳特别硬，直接徒手包呢不好包，家里没有开核桃的工具，如果直接用重物去敲碎，就会破坏里面的果肉。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教你一招包核桃的小技巧，就是利用废弃的钥匙。先准备一把旧钥匙，再将钥匙的头部戳进去核桃的底部，旋转一下呢就可以了。此时核桃壳就会对半裂开，直接取下完整的核桃仁了。不过取核桃的时候，手一定要拿稳核桃哦，不然手拿钥匙一使劲再划到自己呢就不好了。对付这种抛核桃，用钥匙开真的是屡试不爽呀。妙用四，防静电。最近不仅冷，还特别干燥，一干燥就容易起静电，晚上睡觉备电，起床穿毛衣备电，拉拉手也要备电。虽然说被静电电到时只是小痛小痒，可还是会让人觉得心里发毛呀。在脱毛衣时会啪啪的响，碰到金属也会产生电火花，时不时的一下还是有点痛的。这时呢，一把废旧钥匙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麻烦了。我们穿衣前后，可以将钥匙呢在衣服上呢来回摩擦，让金属端代替皮肤来释放静电。怕静电的朋友们可以常备一把钥匙在身上哦。其实呢原理很简单，
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冬季呢为什么会产生静电。冬天天气比较寒冷，相对于其他季节来说呢也比较干燥，人们喜欢穿棉毛质的衣服保暖，穿上的衣服在身体上摩擦就产生了静电，这些摩擦产生的静电因为干燥的空气而不容易被导走，所以在相互接触时就很容易电到自己。而利用钥匙除静电，它的原理就是钥匙一直和身体衣服接触，它与身体的电位差为0，所以呢就不会产生静电的现象了，是不是很棒呢？如果家里面的孩子比较怕静电，就用这个方法来帮他缓解吧。妙用5：清扫缝隙。家里面的窗户呢都是对外的，一段时间没注意，窗台的缝隙里边呢就会有一些比较黑的污垢。由于缝隙处比较窄小，所以每次打扫卫生都特别麻烦。如果您不知道该如何清洁这里面的污垢，那么就像我一样，同时可以找来一张湿巾，将钥匙包起来，再将它平面的一边拿来往窗台缝隙上面刮几下，这样上面的脏东西呢就会被清洁出来了。看看特别的脏吧，而且钥匙一头宽一头窄，我们还可以根据需求随便换，这样不管是多窄的地方呢都能够清扫到了。同样的，家里面的冰箱封条呢也有一些缝隙呢是很难清理的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呢将冰箱封条清理干净，这样不管是冰箱封条还是窗户都可以很快速的被清洁干净了，不需要再买其他的清洁工具，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呢？妙用5：充当书签。虽然现在电子产品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常见，但是呢也有不少人是热爱读书的，所以他们经常会买一些纸质版的书结合来阅读。但当我们阅读到一定的地方的时候呢，有其他事情要做，就会将书本合起来，下次再来找就找不到了。这时我们不妨将钥匙放在书本里面，让它起到一个书签的作用，这样每次回来都能够准确无误地打开书本继续阅读了。而且一把钥匙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，也不会让这些书籍有折痕，所以家里面有旧钥匙的朋友不妨将它当作书签使用。或许有的朋友呢会将书本折起来当作书签用，但是我们的书本被折过之后呢就会显得特别不美观。您阅读一次折叠一次，家人阅读一次折叠一次，反复几次呢书本就显得很陈旧。所以喜欢阅读的朋友也不用花冤枉钱呢去购买书签了，就用旧钥匙试试吧，很方便的哦。看完了这个生活小技巧，家里的旧钥匙还舍得扔掉吗？其实旧钥匙的用途呢还有很多，就等大家发现了。你知道旧钥匙有哪些用途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探讨哦。如果您看完觉得今天的视频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